1981年3月6日，这个女人平静地走进了法庭，在杀害自己女儿凶手的背后，向那个男人连开8枪，然后呢，扔掉枪，平静地等待着被捕。现场有人欢呼，她真的做到了，干得漂亮。事后呢，民众也纷纷地支持这位母亲的做法，甚至有民众说，如果是我也会那么做。那么这位母亲为什么不等待审判的结束就在法庭上开枪呢？而且在法庭上开枪，相当于挑战国家的法律，她又要面对什么样的判决呢？下面我们就进入这个案件——复仇母亲。这个案件发生在德国的鲁贝克，这位母亲叫做玛丽安·巴赫迈尔。1950年6月3日，玛丽安出生在德国萨尔斯泰特的一个小镇上。她的父母呢，都在二战中幸存了下来。父亲曾经是纳粹武装党卫军的成员，逃到这里之后呢，父亲变成了嗜酒如命的酒鬼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附近的酒吧里度过。他们的家庭并不愉快，酗酒的父亲经常在家里发酒疯。后来呢，玛丽安的父母离婚了，她跟着母亲生活，而她的母亲后来呢又再婚了。她的继父是一个有家暴倾向的男人，经常在家里打骂她和母亲。玛丽安在这样糟糕的环境当中逐渐的成长，进入青春期，玛丽安成为了一个叛逆的问题女孩。1966年，16岁的玛丽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。由于当时她还是一个学生，无力抚养孩子，所以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。高中时期呢，她谈了个男朋友，这段时光她很开心。18岁时，她怀上了男朋友的孩子。这次呢，她准备和男朋友一起抚养孩子，可是就在孩子出生之前，玛丽安在舞厅被人侵犯了。男友知道之后就和她分手了。当时玛丽安也是一个学生，没有任何的收入，只能把第二个孩子也送人了。高中毕业之后，长相漂亮的玛丽安在鲁贝克的提帕萨酒吧找了一个女服务员的工作，后来和酒吧的经理约会了。1972年，玛丽安第3次怀孕。虽然玛丽安已经工作了，但这时呢，她的经济并不宽裕，还是单身。但是由于之前她送走了2个孩子，玛丽安一直心有愧疚，她决定自己抚养这个孩子。1972年11月14日，玛丽安生下了第3个孩子。这个孩子呢是个女儿，取名叫安娜。她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女儿安娜。为表决心，她还做了绝育手术。每年的节日呢，都会用相机记录下小安娜的成长瞬间。但毕竟是单亲妈妈啊，除了照顾女儿，还要去工作赚钱，所以玛丽安只能带女儿去酒吧上班。小安娜在酒吧也很乖，很听话。酒吧的工作人员对小安娜也很好啊。虽然酒吧的环境比较嘈杂，按说呢，小孩子不适合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，但是作为单亲妈妈的玛丽安也没有其他的办法。这时啊，玛丽安已经是这个酒吧的合伙人之一，收入呢也比以前好了很多。小安娜也慢慢的长大，一晃7年过去了，小安娜已经7岁了，也开始上学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1980年5月4日，玛丽安和安娜呢因为琐事发生了小争执，小孩子生气很正常，母亲玛丽安也没有太在意。5月5日，也就是第2天，玛丽安睡过头了，小安娜起床之后呢还在赌气，没有去上学，拿着自己的布娃娃去找小伙伴玩，但其他的小朋友呢都上学了，她只能扑了个空。她不想回家，只能在街道上自娱自乐，等待着妈妈来找她。因为酒吧的工作啊，一般都很晚回家，有时候玛丽安白天睡觉的时候，小安娜就自己在街上玩。附近的邻居呢，也都认识这个可爱的小姑娘。玛丽安起来之后啊，以为小安娜自己去上学了，没有多想，就开始了自己的忙碌的一天。可是到了该放学的时间呢，却迟迟不见女儿回来。出门去找，邻居们都说没有见到安娜。打电话给学校才知道，安娜今天压根就没有去上学。玛丽安吓坏了，立刻报警。警察派人到处搜寻，也没有找到安娜。直到第2天的深夜，警察带来了安娜已经遇害的消息，而凶手就是她的邻居克劳斯。玛丽安得到女儿被害的消息之后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她完全不能接受女儿被害的事实，没有勇气去看女儿的遗体。玛丽安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，她不和任何人交流，把自己关在女儿的房间里。她后悔和女儿吵架，后悔自己没有早起，后悔没有早一点去找女儿。一想到这些，她泪如雨下。而凶手克劳斯是谁呢？他为什么要对一名只有7岁的小女孩下手呢？
恶魔克劳斯35岁，和未婚妻住在一起，是一名屠夫。他的过去呢可以说是劣迹斑斑。经过警方的调查，克劳斯是一名恋童癖，曾经2次被定罪。1973年，28岁的克劳斯从背后将一名6岁的女孩抓住，女孩当场被吓得大声喊叫，引起了附近人的注意。克劳斯这才松手，女孩逃过了一劫。后来，克劳斯因谋杀未遂被判处了缓刑1年。2年后，他再次作案，这次被当场抓获。他被指控性虐待2名小女孩。被抓后呢，他声称自己有精神病。当时法院对他进行了心理评估，结果证明克劳斯对小女孩的迷恋是成瘾的，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。1976年被法院强制送入了精神病院进行治疗，在精神病院里呢待了2年后，病情有所好转，但仍然是一个危险人物。但总是这样关在精神病院也不行，直接放出去吧更加危险。怎么办呢？当时德国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化学阉割，也就是通过注射雌性激素来控制男性的睾丸素，从而控制和降低男性的生理欲望和冲动。当时的德国人们认为化学阉割能够解决克劳斯的问题，所以2个选择摆在了克劳斯的面前，要么化学阉割，要么接着被关在精神病院里。克劳斯想都没有想就选择了化学阉割。就这样，克劳斯被化学阉割之后恢复了自由。然而所谓的化学阉割呢，压根没有后续的监管。克劳斯被放出来之后安稳了2年。最荒唐的是1980年初，克劳斯以计划组建家庭为由向法院申请了恢复治疗。法院在没有进行详细调查的情况之下，竟然同意了克劳斯的请求。在1980年4月25日，最后一次治疗之后呢，他的激素水平恢复了正常。这意味着危险的克劳斯回来了。10天之后，也就是5月5日，克劳斯在街上遇到了小安娜，他诱骗小安娜到家里玩猫。当时克劳斯的未婚妻不在家，克劳斯对其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虐待，最后将其残忍的杀害。第2天中午，克劳斯正准备出去处理安娜的遗体，正好撞见了回家的未婚妻。克劳斯向未婚妻坦白了自己的罪行，并恳求未婚妻一定要等他回来。克劳斯走之后呢，未婚妻感觉越来越害怕，立刻前往警局报警。警察赶来的时候，克劳斯不在家，只看到他留下了一个字条。字条上写道：“亲爱的，我等了你45分钟，请你拥抱我，我需要勇气，现在让我们谈谈好吗？晚上10点半，我们老地方见。”警方呢提前布控，最终逮捕了克劳斯。根据克劳斯的供述，在鲁贝克运河的岸边，警方找到了一个纸箱，纸箱里是被捆绑着的小安娜的遗体。在审讯室里克劳斯说：“我本来不想把安娜怎么样，但是小安娜勒索我说如果不给她5便士呢，她就回去告诉妈妈我摸她。我是有前科的人，我不想去坐牢，一时失手用未婚妻的丝袜勒死了小安娜。”对于克劳斯的说法呢，警方是根本就不相信一个7岁的小女孩怎么可能这样勒索人呢？而且克劳斯可是惯犯，并且法医鉴定安娜的身上是有受虐的痕迹的。1981年3月3日，吕贝克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此案。经过13个月的漫长等待，玛丽安像一头野兽一样在法庭上盯着这个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，他要亲眼看着这个恶魔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法庭上，克劳斯并没有否认安娜是被他所害，并且他还详细讲述了杀害安娜的过程。克劳斯的律师辩称克劳斯有精神病，之前呢有过治疗，再加上多年的激素手术引起荷尔蒙失调，现在的他的病呢更严重了，所以他无法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，并恳请法院再次将克劳斯送去精神病院。而且这个律师还对安娜的成长环境进行了陈述，并且说安娜在酒吧长大，属于单亲家庭，母亲玛丽安平时只顾工作，对女儿监管不周等等。目的呢很明显，就是想将原因全部推到7岁的安娜身上。这位律师的话呢，每个字都刺激了玛丽安的痛处。玛丽安非常的生气，指责克劳斯咆哮道：“你这个猪还想说点什么？”法庭上，警方详细的描述了安娜被找到时的场景，并且出示了法医的尸检报告，显示安娜身上有被虐待的痕迹，人们才知道克劳斯的丧心病狂。审判第2天，主治医生作为证人出庭，他指控克劳斯就医时呢故意隐瞒实情，称自己被化学阉割是因为暴露狂，没有告诉医生他之前的2个案子。医生是在被蒙蔽的情况之下帮助克劳斯恢复了激素水平。
玛丽安当庭对主治医生提起了刑事诉讼，指控他没有核实克劳斯的过去就给其治疗。不过到最后，医生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。玛丽安本以为凶手被捉到了证据确凿的情况之下，法律会给自己的女儿一个公道，但万万没有想到，克劳斯竟然有可能仅仅会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。当天的审理快结束的时候，玛丽安听到克劳斯律师和法官的对话，他误解了法官的意思，以为法官允许克劳斯发表关于安娜勒索的声明。女儿的死已经使玛丽安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，又不小心听到了这样的话，玛丽安愤怒到了极点，她绝对不允许自己死去的女儿再被污蔑，她要让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付出代价。1981年3月6日，审判的第3天，玛丽安早早地来到了法院的门口等着。刚过10点，克劳斯就被带进了被告席。玛丽安穿着大衣走进了法庭，她异常冷静地走向克劳斯，在距离克劳斯只有3.5米的时候，迅速地从包里拿出手枪，朝着克劳斯的后背连开了8枪，其中6枪命中，克劳斯当场倒地身亡。玛丽安将枪扔到一边，等待着被逮捕。她说：“我本想朝着他脸开枪，但很可惜，最终只能朝他的背开枪。”混乱当中呢，有人喊道：“他做到了，他真的做到了！”这个说话的人正是安娜的亲生父亲，玛丽安的前男友。玛丽安在法庭上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复仇，一夜之间登上了德国的头版头条。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。这个事件不只是轰动了德国，全世界的无数媒体都赶到吕贝克采访报道。玛丽安被人们称为复仇母亲，很多民众支持玛丽安，认为她是正义的，特别是有孩子的父母都支持玛丽安。玛丽安被拘留期间呢，许多人都发来了支持礼物和鲜花。采访当中，很多民众都说，如果是我也会那么做，甚至有人主动为她捐款，捐了10万马克。而玛丽安将自己的故事以25万马克的价格独家出售给了斯特恩，以此来支付律师费用。1982年11月2日，玛丽安私刑案开庭审理。虽然案件已经过去了1年零8个月，但支持玛丽安的人们仍然挤满了整个法庭，各家媒体更是早早地来到了现场。由于人数太多，以至于法院不得不换个可容纳200人的大厅来审理此案。法庭上，检察官指控玛丽安犯谋杀罪。因为克劳斯的审判没有结束，所以在法律上他是一个无辜死去的人。而且呢，经过调查，玛丽安是在安娜遇难之后呢才购买的手枪，并且呢经常在酒吧的地窖里练习射击。对于对自己的指控，玛丽安说，买枪的真正原因是为了自卫。之所以在法庭上开枪，是因为克劳斯的无耻言论刺激到了他，他当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情不自禁地开枪。实际上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玛丽安在法庭上开枪，实际上是在挑战整个司法系统。如果轻易饶恕了玛丽安，那么以后法律将没有了权威，人人都可以自己实行私刑的话，那么将引起整个社会的混乱。所以控方呢一直强调玛丽安是故意谋杀。在法庭上，控辩双方围绕着玛丽安是过失杀人还是故意谋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这两个判决的判罚是不一样的一个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，而另一个是无期徒刑。然而随着审判的进行，群众的舆论也达到了顶峰，多数人都支持玛丽安，希望法律能够赦免这位可怜的母亲。甚至有人写威胁信给法院，信里说如果判玛丽安有罪，检察官和法官将有生命危险。经过28天的审判，1983年3月2日，法院做出了最终的判决，玛丽安被判处6年监禁，罪名是过失杀人与非法持有枪械罪。玛丽安坐了3年牢之后，1985年6月获提前假释。后来呢，嫁给了一名老师，结婚5年后离婚。后来玛丽安独自回到了西西里岛生活，想过平静的生活。不幸的是呢，在那里她被诊断出了得了胰腺癌。为了治病，她又回到了德国。这里要提一下，1995年9月21日，玛丽安参加了一档脱口秀节目在节目当中，玛丽安坦言，当时自己不是失控开枪，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才开的枪。当主持人问为什么不等审判结束之后再开枪呢？玛丽安说，他听说克劳斯要在审判的第3天发布污蔑女儿安娜勒索他的谣言，他必须阻止这一切，让那个恶魔付出代价。1996年9月17日，玛丽安因胰腺癌恶化在医院病逝，年仅46岁。
和女儿安娜葬在了一起，从此两个人再也不分开了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，感谢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呢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。我是海岩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